你毒妇！少爷，您醒了。这是哪儿？竟然重生在刘家老大这个废物身上。刘怀宇坐拥江城第一家族万亿资产，却败在庶子手里。小子，既然我们同病相怜，这仇我帮你报。还有谢雨薇，等着我不会放过你。大少爷，该打针了。大少爷，昨天人家还没尽兴，现在继续，好吗？陆景阳知道我没死，派你来勾引，说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也要毁了我。大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我花钱跑了；说假话，我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二少承诺我，之后再让你兵发一次，就为我投一部女主。对不起，大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现在滚回去，发出澄清声明。我不管你是找假男友还是装可怜，跟我撇清关系，做好这一点，我保你星途顺畅。谢大少，我以后一定乖乖的。以后你有任何需求，随时叫我啊。你这个段位还不配留在我身边。大少爷，该回药了。这小子也不蠢，还知道回豪宅找私人医生。大少，你最近刚做完手术，不宜劳累。你的意思是，等我康复了，找你劳累劳累啊？少爷，少爷，你猜的没错，宅子周围有不少2少的眼线和记者，人呢已经全部清除。若兰小姐是秘密出去的，没有人发现。大少，您的药要按时吃，最近不要剧烈运动。2少爷正在秘密会见西区项目负责人，若让他拿下这个项目，将会危及您在集团的地位。绝胡！李总，小刘总，西区项目可是非常强，你拿到手后，你们刘家在南省的地位将会一跃而起啊！李总，放心，此事若是成了，定少不了你。刘怀宇，哎，叫我刘怀宇，你在打我？想好了再说。刘怀宇，你当我是瞎吗？等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刘景阳，有些事儿我不想在这里说，赶紧，给我等着。你妹啊！刘先生，你什么意思？老李，你家里一户老虎，若是他知道你跟自己的亲侄女好，你威胁我呢？各取所需罢了。这些东西足够让你这西区负责人的职走到尽头。等等，刘先生，西区项目给你，我保证这个项目只认你。林先生，少爷，你抢的这个项目，老爷怕是不会站在你这边。为了自保，把我踢出去，生死关头也没来看我一眼的家人，我又何必在意他？今天刘家打来电话，一律拒绝，我没空和他们玩。少爷，你的未婚妻今日回国，是否确定航班去接机？未婚妻不必了，这个项目你亲自看着，和李总对接，不要假手他人。准备一份厚礼吊唁刘总，顺便去看一眼刘子琪，着重调查谢雨薇。小姐，刘怀宇和三流女明星又传出绯闻了，据说这次是因为纵欲过度进医院了。爷爷给我选的未婚夫，
怎么都不该是个败类。要我说，他这样的人根本配不上小姐你。咱们还是别回国了，直接解除婚约吧。先回国，我想亲眼看看他是真的二世子，还是在吃黑伴郎。他就是刘怀宇，看着也不像是个废物啊，气场如此沉稳霸道，我只在我爸身上看到。难道他真的是在扮猪吃老虎？难道他真的是在扮猪吃老虎？小姐，他哪能和老爷比呀？老爷可是商会会长，岂是？欢迎欢迎欢迎！总统套房已经准备好，请小姐一步。不用了，你去帮我仔细查一下，我现在对他有点兴趣。刘喜，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把这灵堂砸了！你干啊！岂以为你还敢找我要钱？你背着我借高利贷，催债的人把家都砸了，这日子你到底还过不过？自己没本事就别混！丧事已过，马上给我点离婚！我爸尸骨未寒，你还有没有人性？欺人太甚！你们谢家把我们都是死人吗？为表哀思，悼念刘老，刘氏金环送来厚礼。名家真迹一幅，帝王绿翡翠如意一柄，豪车3辆，金条补金。子期，刘老跟刘家什么关系啊？出手这么阔绰，看见没？这些礼物加起来也值几千万呢！是，现在千万别跟刘子琪离婚，这李欣跟大李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啊！琪，刚刚妈跟小旭都是开玩笑的，咱回家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别碰我！刘老生前曾对我有恩，今日我特地来为他送喜，并赠送薄礼，仅赠与刘子琪。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只赠给刘子琪啊？我是他老婆，这礼物理应有我的一半。礼物是我送的，我爱送谁就送谁。再说，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你凭什么收？这不百般扫兴的吗？对，我姐就是刘家的一份子。刘子琪，你说话呀！这婚我已定。你再动他一下试试。既然你们无情无义、过河拆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无情无义、过河拆桥，你们这般忘恩负义、吃里扒外。刘老刚去世，就把他的房子抵押，用刘子琪的名义借了高利贷。你以为你们做的这些肮脏事儿，认得出赔钱吗？你们这是缺了骂得了！你谢家吃我的，喝我的，在我死后还想把我儿子剥层皮，谢宇威，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的家事，轮不到你们外人来管。这件事我管定了，你自私爱钱，我是替天行道。你别以为自己是刘氏集团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天你来为我公公送行，不就是为了仰仗他生前的资源吗？告诉我，在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送个屁！没有你老公，没有刘老帮衬，你们谢家现在还在菜市场卖菜度日。你弟工作，你妈的房子，你的社会地位，哪个不是出自刘家？现在刘老刚走，就想划清界限，真是可笑、可悲、可恨。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们是有钱人，拿钱砸我们呀！200万，我保证跟这个废物两清。200万，你个烂货，呸！你污蔑我！谢宇威，你他妈给我戴绿帽子！这不是真的，你的情妇陈远已经被判了，你也逃不掉。跟我没关系。你他妈就是个贱货，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跟我妈的资金搞到一起。你才是废物，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还想让他跟你过穷日子？要不是看在你爸是个人，你能娶上我姐吗？这一巴掌是替刘老的，这一巴掌是替子琪打的。疯了！你信不信我找一群人弄死你？还想动我刘家大手？没
机会了。哎呀，杀人呀！救命啊！救命啊！刘子琪，我想要什么我就必须要得到。今天你要是不给我200万的分手费，我就在你爸的葬礼上大闹一场，让你妈死都不得安宁。是，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刘总，这些人很难缠，要不您先撤，剩下的我来处理。白露是刘景阳的人，也是我生前故交白远山的孙女，没想到他会替白远山来祭拜我。既然你是刘世杰附加少爷，又来参加了葬礼，好啊，这200万你替刘子琪拿出来摆平这件事儿。对，给我们拿钱。今天他们要不给咱钱，我就下手告他们。我们就赖人不走了，让你们臭要病，看谁能害过谁。少爷，交给我处理，把人带走。我不想让我爸死后还在操心。对，拿200万分手费买个自由，从此不相往来。对，别耽误我姐找下去。你姐把我害成这样，倒贴我都不会要。房子我会过户给你，你们赶紧滚！不行，太少了。对，多拿点。除了房子，还要200万现金，不然我把这里全给你们砸了。我看谁敢！真当我刘家没人了是吧？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死在这儿。看你们谁敢打我！真是混！小子，别说话。来，往这儿打，谁也别想好过。一群年蛋！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做会遭报应的。我们拿到钱，你随便骂好了。刘总，这些事情小平很难对付。比他们无赖的我见得多了。老陈，把人带上，都进来吧。二叔、二婶、二哥，你们怎么来了？二叔，我们老谢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哎，这还真不像话啊！这哪样？真不听话啊！我们教点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们怎么在这样？我根本就干啥？谢雨薇，我要你身败名裂。王峰，你教出的好女儿，以后别再去我们家，丢人。我们断绝关系。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以后咱们再见面，谁也不认谁。大哥、老弟、弟妹，这都是误会。误会什么？今天是给刘老送行的日子，你们却在这胡闹，没有教养的东西，赶紧滚回家去！快走吧！哇，必走一半，快走吧！谢不该背叛。去领离婚证，谢雨薇净身出户。我凭什么？现在就去领离婚证。老弟，子琪，你爸在世的时候没少帮衬我们谢家，这孩子我们以后会好好管教。你们好聚好散。这日子我不过，被你骗走的钱，你就当喂了。子琪，你胆儿肥了你！还胡闹！去民政局。操他妈！刘总，跟无赖之人耍无赖，刘总真是好手段。只是花钱买通罢。你去吧，有我在。谢谢。老陈，跟着一起去，别让刘子琪吃苦。谢雨薇害死了我，为了保护子琪，我只能先隐藏真相，但以后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你是怎么进来的？对不起，子琪，我现在还不能让你知道我是谁。你还没回答我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父亲生前曾告诉我，外太没有安全意识，竟然随便把密码告诉一个外人。对了，刘总，今天谢谢你啊，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人死不能复生，你能不能振作点？专挑细处断。这几日发生的事，实在是没办法让我振作。你再给我点时间吧。银行贷款我已经帮你还清了，房子以后还是你的，高利贷我也帮你解决了。从明天起，你去刘氏集团上班，月薪5万，没准工作好还能给分红。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要说你是我儿子，你信吗？你爸生前曾对我有恩，我想报答他。原来如此。爸，是你在点志玲，再保佑我遇到贵人。
这张卡里有10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卡里的钱随便花，开心就好。少爷，老爷打了几10个电话，勒令你立即回家。老狐狸坐不住了。二少，刘怀宇把咱们的人全打了一顿，全都进医院了。他这是明着要和您开战的。一个惹了祸的废物，还敢如此嚣张？这西区的项目一直是您在跟进，他半路接活，太不地道了。不急，就算他签了合同，本少也有办法让他开展不下去。我一定帮你安排好。太太，我们很久了。你是谁？我是太太的。你是谁？刘怀宇，你敢打我？我可是太太的人。你是谁？你被免配所以告诉我。以后再敢越界，就不是几巴掌能简单。刘怀宇，二少爷还在这呢，你敢这么羞辱我？还敢挑衅？还敢！新账旧账一起算，把这条狗拉出去，好好训训。等到你刘景阳，你给我喝的脏水，我会还回去，到时候你可别注意。刘怀宇，你又在闹什么？你若嫌我烦，我走便是，免得你眼不见为净。哥大病初愈，我劝他在家好好歇歇，别让他去公司添麻烦了。怀宇啊，你不要误会，我们是一家人，担心你的身体呢。担心？我差点死在医院的时候，怎么没见着你担心？你他妈不是没死吗？你矫情什么？刘景阳，想好了再说。爸，这刘怀宇不仅忤逆，而且公然抢走了西区的项目。怀宇啊，我不跟你生气，你呢，好好解释解释你最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好解释？做生意呢，最忌讳的就是横插一脚。景阳项目都谈成了，你却把合同签了，这不地道吧？他自己无能，怪我。你他妈说谁又不能了？景阳，坐下。少爷，罢了，反正西区的项目是我们刘家拿下，谁签的不重要。爸，这次可是他刘怀宇搞的事啊！怀宇，你刚做过手术，不宜跟进项目，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景阳负责吧。不必了，我已经安排好。别逞能了，你纵欲过度倒在床上，不仅成了南省的笑话，还让集团损失了近1亿元。都是败本自私。胡闹！你自己做的糊涂事还怪别人说？刘家现在还是我说了算。西区的项目你得来的不地道，交给景阳负责。果然有后妈就有后爹呀！既然如此，我也就没什么可说。刘怀宇，你装什么逼呀？你要是真有本事，跟我光明正大的叫我出来，耍花招，没本事。景阳，你叫我什么？刘怀宇。怀宇，他妈的！景阳，最后一个，你叫什么？就算你看不上我们娘俩，也不能这么欺负景阳。给你弟道歉，他不仁不义，不守规矩在先。我作为兄长教他做人，我为何要道歉？可我们是一家人啊！我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家人在；没事的时候假装相亲相爱，出了事儿就把我推出去当背锅的，保住你们所谓的名声，这叫一家人。那丑闻害得集团股价暴跌5个点，损失上亿元，还不知悔改吗？是，我混蛋，我愚蠢。我做这些回事就是为了在你面前刷存在感。我被人设计差点丧命，我多么想期待你去看一看，但结果呢，落得一个凄惨结局。我最大的错就是对所谓的家人有所期待。刘怀宇，我给你1个月时间，让你证明你不是个废物。1个月之后，你若仍无建树，便取消你继承人。
剥夺你电器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多说无益，你看不上我，何须1个月？7天，7天之后，我会告诉你，谁才是真正的废物。7天之后，我会推出一个新产品，占比市场100%。就凭你，目前家电产品份值只不过5%，你有什么能力能让它起死回生啊？打个赌吧，弟弟，如果我输了，我退出继承权，去市场部当一个销售。倘若是你输了，我若输了，便把传媒公司让给景阳。没事儿，妈，他做不到。爸，这个赌约我应，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欺负他。你去哪儿？孤军奋战，争分夺秒。爸，这小子今天有点不对劲儿。经历过一次生死，能不成长吗？你也赶紧滚去公司加班，别给老子丢人！我美吗？太太，您自重。宝晨，你在刘家这么多年，对刘怀宇忠心耿耿，若是能为我所用，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刘怀宇是个病秧子，我不客气。我儿子受器重，难道你对我没有感觉吗？答应我，我会让你得到的更多。太太，你越界了。华伟吴总已经在等您了。去公司预支1个亿，包下一个5星级酒店，把所有研究人员全部集结过去，每天3倍工资，闭关5天。我会带着华伟的研究人员过去。是不是要瞒着董事长？不用刻意，但是这次投资是不是太大了？董事长若追究下来，恐怕您会有麻烦。区区1个亿，我能让他收回10倍。喂，少爷，刘子琪想开去找谢云云麻烦，地址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你这婚都离了，还知道这里摆阔绰？我这店里1辆车起步价300万，你买得起吗？啊？这个展厅里所有的车，我全都要了。这位，你老公哪来这么阔绰的朋友啊？这刘家大少爷为何如此袒护刘子琪？他们到底什么关系？说话呀！我告诉你，他要是财神爷的话，我可不能得罪。刘子琪这种身份，那有什么有钱的？刘子琪父亲生前可是高级，你未免也太小。人走茶凉，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有脸说？我爸的遗产都被你败光了，那你还来缠着我干什么？葬礼那天不是很无名吗？你咽不下这口气？行了，别在我这里耍嘴皮子，耽误我做生意，赶紧滚！这么高级的地方啊，你们不配来。来人，给他们2个拿2个快过期的面包，打发走了，别影响我这里最高贵的客人们。对，有钱就是权贵。你真说对了，在我这里，有钱就是爷。这些呢，够当你的爷吗？什么情况？这门口1辆车他妈顶我店里10辆，凑巧了吧？谢雨薇，你真不知道我身份。刷卡。全球仅有10张的黑卡，在金钱面前，你既卑微又贪婪，所以才会狗眼看人低。我是狗，我是狗。谢雨薇，你能把我害惨了？徐经理，这卡是道具，他在这狐假虎威呢，你可别信他。你确定？我很确定。卡在你手里，随便研究。来人！
刷卡失败，请重试。刷卡失败，请联系银行。难道是我们机器出问题了？原来他真是个冒牌货。不是机器有问题，是他有问题。你这设备该升级了。我们走吧，我不买了。好啊，你们两个合伙都要骗老子！你的措辞我很不喜欢，想好了再说一遍。还愣着干什么？快叫保安呐！算了，是我脑子犯糊了，想在这贱人面前耍个威风，别因为我惹事儿。我不惹事儿，但我也绝不怕事，更不能容忍我们被欺负。我告诉你们俩，这地方不是你们俩装逼的地方，快点把他给我赶出去！还有1分钟。说什么？1分钟之后你会后悔再无助。装神弄鬼！经理，快别信他，他就是吹牛逼。妈的，浪费老子时间！给我回，走。废物！珍贵客人你敢得罪？他俩在这闹事，我只要把他赶着。是你啊！刘少，都有人对接待不周，请你见谅。你养了一条好狗，骂是对的。老板，这卡我刷过了，他刷不出来呀！蠢货，最高级别的黑卡，碰碰机就能刷出来，见鬼了！哎呦！对不起，柳少，都是细蕊，都是他蛊惑我。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饶过我吧，好不好？你们俩都给我滚蛋！打入行业黑名单！哎呦，别！老板，都是谢雨薇干的，谢雨薇。老公，我们已经离婚了。子琪，你救救我！我不干这行只能回西北风了。你活该！谢雨薇，对你的惩罚还不够。刘少，你相中了哪辆车，跟我说一声，我会派人送上府上给你赔礼。我呢，不喜欢占人便宜。子琪，你随便挑一个。好，就那辆。好，赶快带刘先生到 VIP 接待室。无关人士来清理。老板，他真的是豪门富少。刘氏太太的大公子，那还能有假？得罪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刘少，人家因为你而失业，你总不忍心看人家露宿街头吧？继续。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呀！你想让我怎么对你负责？人家就要失去工作，就要饿肚子了。骚货！不如刘少先请我吃顿饭吧。不饿。哎呀，人家只是想创造机会和刘少单独相处嘛。我不想。刘少，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很多误会，人家想解释清楚。我们去车里到荒郊野外，人家脱光了给你解释啊。又想勾引？要是能成为他的女人，哪怕当个小三儿也值了。凭什么觉得我看得上你？是不是不行啊？滚！我都这样了，你还没有反应，就是不行。就你这身材，不配勾引。这样够了吗？在这儿，只要你要，随时都可以。你一直都这么奔放吗？为了你，我可以坚持，可以奔放。没想到换了副皮囊，
儿媳妇竟然会3番4次勾引我，真是可笑之极。我嫌脏，滚！刘少，你就要了我吧，我保证会乖的。小姐，他又乱搞，别误会啊，我们可是正经谈恋爱。你看着可不像正经。仗着自己有几个婚前了不起的，我可是。少，你是不是怕我得罪了大小姐会给自己找麻烦呀？还挺担心我。谢雨薇，你够了啊！你好，我是你的未婚妻沈心怡。臭小子，有这样的极品未婚妻还出去乱搞，瞎了眼了。吓到了。老婆，你怎么又跟我玩这种初次见面的游戏？调皮。还不滚！现在开始。哎，你这个人怎么利用完人就走？混蛋！越来越有意思。小子，你这女人缘可不浅啊！刘总，人家胸口好疼啊，你帮人家看看，是不是出了问题？你走错房间了吧？刘总，你忍心让人家心痛致死吗？刘总，你快帮人家摸摸，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你确定？什么？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所以还想勾引我？刘总，你弄疼我了。只是想勾起我的荷尔蒙，然后再吊着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小姑娘，不要总想着走捷径。刘总，你说话的方式好像我爸。出去。白副总好像不太对呀。他是刘景阳派来勾引我的。你说怎么好好的小姑娘走这歪门邪道？需要调去别的部门吗？不用，他走了之后呢，还会有别的人来勾引。打败敌人最好的方法，不是赶走他，而是利用他，为我们所用。老爷已经知道你挪用1个亿的事情，现在叫你回去，怕是会刁难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躲又躲不去。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儿吗？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人之相识也夫，其交也活；人之相知也深，其交也战。你说什么？怀宇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文化呢？不是我有文化，是你们太无知。一家人在一起都好好说话。听说你调动了1个亿的流动资金，干什么了？研发新产品。花1个亿准备新项目，未免也太冒险了吧？现在家电市场饱和，你投入这么多，怕是连本都收不回来吧？我说大哥，7天时间以外，你该去市场部跑业务。谁说我输了？死鸭子嘴硬，就算你研发出了新产品又怎么样？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市场占额的100%。这场豪赌，你输定了。市场全额占比，哼，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怀宇啊，让你去市场部呢，也是为了锻炼你。等你了解了市场的行情，再回来辅助景阳。让我给他做女人，他不配。
说什么大话？拿业！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你要干什么？我跟你说过，跟我说话要客客气气的，夹着尾巴做人。你学会了吗？华宇，景阳可是你弟弟，你不能这么对你弟弟。行了，愿赌服输。华宇，你先去市场部学习一段时间，家电公司交给景阳管理。谁说我输了？输赢还未定，到时候可能会被打脸。老公，你身体不好，可不能再受。老陈，联系一下，货可能全部都到了。刘怀宇，你到底要搞什么？他就是在垂死挣扎罢了。大少爷，已经按照你的吩咐，5万台新品电子手表已经全部售出，净利润5000万，市场占额100%。什么电子手表？华为电子产品可以说是达到市场的60%。你一个新产品，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们？你气急败坏的模样有点可笑。怀宇，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诚实。你想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数据不能作假。说我作假，你有证据？集团数据随时可用，你空口无凭说公司数据100%，谁信？你随便整。喂，好，我们集团最新研发的米虫电子手表在系统内首发，其绝密性受到一致好评。现在好多经销商都找上来，想要一手货源呢。这怎么可能？体制内是一根大锤，潜力无限，占比100%，我做了。怀宇，这件事你做得很好，有了这款产品，我们就可以跟华为打擂台了。不，接下来米虫系列将和华为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创造新产品。这是为何呀？国货当自强，竞争会便宜外人，共同合作才能实现共赢。没错，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见识。怀宇，以前是我忽略你了。刘景阳，愿赌服输，传媒公司易主呢。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偷换概念。7日内我拿到系统内市场，有问题？这市场根本就不值一提。没有。爸，你来评评理。技术在我手上，刘伟民不敢得罪我。景阳，愿赌服输，以后你就跟在怀宇身后好好学学吧。我若向着景阳，就要损失一大笔钱。算了，先安抚好刘怀宇，以后再收拾他。爸，孩子们的口头约定不作数的。小妈是想抵赖，你这赌赢了也不光彩啊，直接把大市场换成了小市场。对于想看我笑话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光彩。但这赌约是刘景阳亲口说的，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可都知道，到时候他损失的可不只是一家公司而已啊！景阳，传媒公司就先交给怀宇打理吧。就算我输了，但是你投资达到了1个亿，目前也只回了5000万，这笔买卖还是不划算。大少爷已经将此项技术申请专利，新产品的利润不可估量。莫与傻子论短长，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刘怀宇，我失去的早晚会拿回来。老公，景阳还小，被人用激将法骗了，你可真的不能不管他呀。你呀，你要是有你哥现在1半的稳重，我也能放心的把集团交给你。爸，你不觉得刘怀宇现在变得很奇怪吗？他以前只会吃喝玩乐，到处惹祸，从来都不过问公司的事情。现在怎么？确实如此，以前他没有这么硬气的。他是对我们寒了心了，突然就成长了。按照他现在的野心，恐怕是想掌握整个公司。他敢？哼，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他再怎么玩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老公自然是厉害，但是景阳也不能闲着啊。我这最近身体也不好，就由景阳带我打理地产业务。记住，
一定要稳住，万事不可任意妄为啊！我知道了吧？地产业务是集团的核心，拿下它，我这继承人的地位就稳了。对了，南省首富的孙女沈心怡近日要回国了，你们两个给我密切关注着点。就是跟刘怀宇有婚约的沈心怡。联姻呢是两个家族，只要沈心怡看中他们兄弟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也算我们刘家攀上高枝了。这么说的话，我们家景阳也有机会了。若是我能得到沈心怡，那岂不是能得到沈家的助力了？刘总，这是传媒公司1年的财务报表和项目盈亏表。以你的专业角度看，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觉得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服务您是我的职责。服务，职责。你想怎么服务我？我躲什么呀？当时你勾引我的时候，刘总若是喜欢，现在也可以啊。这么主动？这个女人到底藏着什么呢？谁让你进来的？刘少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散发魅力。沈小姐，你很没礼貌。我没礼貌，你没眼光，刚好绝配。刘总，我先去给你跟沈小姐冲杯咖啡。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白露。刘少这是想结婚？不错，我一向不喜欢高大。你做不了主，豪门人看重的从来不是盖的，是利益。那太好，我也不是工具人。他和传言中不一样。怎么了，亲爱的？哪不舒服？啊，不行不行，我要保持清醒。说什么？能俘虏刘少的女人，真不简单。刘总，别开玩笑，我先去忙了。沈小姐，吃醋。结婚以后，你可以继续养着，我不介意。沈小姐不愧是海归呀，这么主动。跟刘少比，我这程度还差了一点。我这个人呐，不太喜欢主动的女人，没有挑战性。刘少难道没听说过，高端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场？原来富豪千金也不都是傻白甜。各取所需罢了。刘少，以后还请多多指教。我说过，我不喜欢别人包办婚姻，这婚约我认。我沈家是南省首富，想要求娶我的人能排到国外，你就一点也不心动？心动财富，沈小姐未免也太贬低自己。你什么意思？你已经把自己明码标价，和商品有什么区别？请啊！干嘛我拒之门外的？你是头一个。沈小姐，谁让你这么生气啊？我去帮你教训他。你是谁？刘氏集团的二公子刘景阳。刘怀宇惹的我，你去揍他一顿。啊？我最讨厌说大话、取悦女人的男人了。你刚回国，人生地不熟的，送你。我有陈远，我来给你当导游不好吗？不感兴趣。那这样吧，我请你吃个便饭。我知道有一家餐厅非常符合沈小姐的气质。我什么气质？优雅、美丽、大方。你真是刘怀宇亲弟弟？如假
包换。好啊，那我给你个机会，请我吃饭。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包您满意。陈管家，沈心怡小姐和2少一起离开了，你可以关注一下。白露，坐下，你不是服务员。刘总果然体贴下属啊！当时小刘总在的时候，也十分关照白副总。你的意思是说，白露是刘景阳的人啊？不，刘总，我是说白副总啊，十分的优秀，深得公司领导的喜欢。刘总，我敬您一杯，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我沈云的荣幸。我相信咱们传媒公司在您的带领下，一定会再创辉煌。何以见得？这，你想拍马屁，可以继续。刘总，您能力突出，连华为集团都能摆平，传媒公司的业绩一定能稳步提升啊！果然是个二世祖啊，这么喜欢听马屁。你这马屁拍的没创意，沈总监还真是名不副实啊！还请刘总明示。我知道你是刘景阳，我也知道你请这顿饭并不简单。创意部近2个月接的单子，用户反馈并不好。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接手，就是在给刘景阳擦屁。这刘大少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里不养闲人，拍马屁和靠关系在我这里没用。沈总监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刘总，您说的有道理，能力才能决定前途。最重要的一点，我需要的是自己人。刘总，我敬你一杯，我给你表个态，以后我沈云就听您调遣，绝无二心。我和景阳是一家人，你忠于他，就相当于忠于我。这刘大少是变着法的敲打我呀，看来我必须和小刘总保持距离，才能让他放心呀。沈总监，请坐。创意部的工作呢，还要继续，咱们以后以工作为主。一定。目前创意部最大的议题是宣传一款打印机，因为之前找的明星吧没有档期，所以说这个项目就搁置。打印机谁用的最多？公司、学校还有文娱店。一个好的广告不是靠请哪位明星来摆几个 pose， 说几句台词就可以。那刘总的意思是，可以考虑直接拍摄日常，使用打印机的画面，不同主体进行整合。没想到他还真有点本事，实用耐用。刘总，我明天就去安排人去做。来。刘总，今晚喝的真尽兴啊！沈总监，代驾我已经帮您找好了，在门口等您呢。哎呀，走了，还副总监了。沈总监，时间不早了，刘总，明天见，我先走了。好。刘总，好酒量。我最烦跟这种人喝酒，以后他的酒局都给我退了。沈总监手底下美女那么多，你真的不感兴趣？你想让我对谁有感觉？我说错话了。白副总，我现在对你很有感觉啊，要不然……白副总，以后你就做我的秘书吧。什么？
药水是吧？一会儿我会好好滋润的。你谁呀？干嘛？走开！沈心怡，就乖乖从了我吧。你反抗是没有用，一会儿我会让你舒服一会儿。老公，别动我！刘总，救我！刘景阳这畜生，再不进去来不及了。让开，把手机准备好。刘慧宇，你怎么了？畜生！操！沈小姐，没事吧？白露，叫执法局的人过来。刘总，真的要这样吗？你要毁了我吗？走。成年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刘慧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诡计啊！你不就是想毁了我，然后回去继承继承权吗？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险恶。装什么清高啊！抢我的业务，抢我的女人，现在连我的名誉你都要抢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你之前做过。妈，救我！欢宇，你可算回来了，你弟弟出事儿了。欢宇啊，昨晚沈小姐喝多了酒，景阳送她去酒店，你跟着就闯了进去，造成了一些误会。现在误会解释清楚了，你也销案了。他自己做错了事，与我何干？你报的警，你就要负责。难道我还要对他的破烂人生负责吗？你不要小题大做，他只是送沈小姐回酒店，看她吐了一身，又帮她换了衣服，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肮脏的事了？欢宇啊，还是不要用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别人，尤其是你自己的亲人。恶意揣测？我手中的证据足够让他身败名裂。什么证据？你拍了景阳和沈小姐的照片，两个孩子谈恋爱，情到浓处抱在一起，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就凭你也想拿捏我，没门儿！律师也会解释的。总之，你弟弟不能有事儿。二少爷在酒吧给沈小姐的杯中下药，监控视频我们已经拿到，拍得很清楚。下药和强迫视频，刘景阳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官人，毁了景阳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这件事如果曝光了，势必会引起股市动荡，你的利益也会受损。这点小钱我赔得起。别忘了，你姓刘，与刘家的利益是相通的。我只想问一句，当初我被爆出丑闻，你们为何不把我压下去？那是媒体捅出去的。当初我与3流明星乱搞，激情至住院，是谁爆的料？为何媒体会提前知道？所以我只是以牙还牙罢了。欢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只要你不过分，我都答应你。爸，刘景阳得罪首富沈家，这地产业务他不应该接手吧？确实不适合，我会考虑的。这视频啊，我暂时保留。小妈，你可以去接他。老陈，去帮小妈处理一下。欢宇啊，这件事你有考虑过后果吗？原本沈家选择的是你，想让你跟沈心怡联姻，但是你这么一搞，势必会惹怒沈家。那就要沈心怡嫁给刘景阳，我无所谓。南省首富他都不放在眼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沈老爷子，老爷子，你怎么亲自过来了？这个应该是小辈儿亲自登门拜访吧？我要是再不出面，我孙子名声就要被你们毁了。刘伟民，你教育的好儿子，臭小子，
赶紧跪下给沈老爷子磕头认错。老爷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这小子，以后绝对不让他再烦沈小姐。这老小子是想彻底断了我和沈家的联系了。谁说我要教训他了？谁说我烦他了？害我孙子毁掉名声的是刘景阳，不是刘欢宇拍了沈小姐的照片吗？哎，我说你这当爸爸的怎么这么偏心呢？刘景阳给我下药，差点毁了我清白。要不是刘怀宇及时赶来，我就没脸活在这世上了。这其中是误会吧？误会？我孙子说的话有假吗？爸，我回来了。你，爸，你打我干嘛呀？老公，景阳刚受了委屈，你怎么还打他？景阳，赶紧给沈小姐道歉。啊！贱人，等把你娶进门之后，我再慢慢收拾。快跟沈小姐解释清楚！刘怀宇，把你嘴巴给我闭紧！要是敢毁了景阳的婚事，问你没完！婚事，这女人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都闹成这样了，还妄想刘景阳能娶到沈心怡呢。沈小姐，我承认是我不对，但是确实是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酒店，没有别的恶意。你到现在还不承认给我下了药吗？沈小姐，你误会了，景阳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还狡辩！酒店的视频还要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吗？刘怀宇，你过河拆桥！他妈阴我！刘怀宇，你疯了！我跟你说没说，要尊敬不尊敬就是找打。这小子有血性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男人。沈老爷子，家丑不可外扬啊！刘景阳，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还请您忘了这件事，不要跟他计较啊！就凭他这个德行，还想娶我孙子？他给我下药，就是想生米煮成熟饭，逼我嫁给他。我只是太喜欢沈家，我情不自禁呢。我呸！真让我恶心。刘景阳，你闭嘴！我看联姻这件事情啊，就这样吧。爷爷，我喜欢。谢爷，为表示歉意，今晚我设宴为沈老爷子接风，也会向南省所有名流隆重介绍沈小姐，并且为沈小姐选择一位合适的、最满意的夫婿。就这么办吧。刘怀宇，小妈，别跟条狗似的乱演，你自己疏忽了，忘记删掉酒吧的视频，怪我。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哄好沈心怡。我觉得让刘景阳去当女婿也是个好办法。拜拜。刘怀宇，还要杀了你！放心，我留了后招，他得不了开心。少爷，公司出事儿。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市场上出现了那么多小公司仿照米虫手表的算法推出的新产品？到底谁泄的密？吴总，您先冷静一下。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绝对会给对公司一个说法的。我不仅要说法，我要的是你赔偿我损失。吴总，您先给我们一段时间，刘总马上就在来的路上。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们公司合作，知道吗？现在产品销路不仅受阻，就连我公司的名誉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我这就去找刘总。刘总，刘总，你给我个解释！吴总，小姐，产品即将面向市场了，出现了一个山寨货，不仅性能差不多不说，那价格还低1倍。现在产品销量严重受阻，经销商找我要说法呢，我怎么交气？我拿什么交气？我的人已经在审，稍后会有消息。我敢保证，我们研发部没有惊喜。你保证？哼，你拿什么保证啊？现在外边都传说你是什么不学无术的二世祖，你有什么信息让全公司的人都忠于你？吴总，请你不要人身攻击好吗？吴总，请你不要人身攻击好吗？再多嘴，水泼你脸上，听不听着？吴总，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我给你面子，你可以好好待着。
你要是惹怒我，让你横着水。刘怀宇，你放肆！他何止是放肆，他想暗度陈仓，坑骗你。你们是谁？我是刘伟民的妻子，他是我儿子刘景阳，他才是刘氏集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我对你们家族内部的事情不感兴趣。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刘怀宇不安好心，他不仅窃取了华为的技术，还将这些技术透露给国产小厂，让他们生产你纯。这些都是他和小厂老板见面的照片。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们能对你们刚才说的话负责吗？当然，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答应一切。吴总，我们刘氏集团现在和你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刘怀宇早就把这些不义之财赚，他想两方都毁，不顾我不行。精彩，真是精彩！你们说的这些话太不够说服。刘怀宇，你给我个解释！少爷，奸细查到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刘怀宇，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吹死这场。你还真是不长记性，还想来一次关门打狗？刘怀宇，你翻不了身了。如果真的是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将面临巨额的赔偿金。这个项目是他私自做的决定，没有通过董事会，由他个人全权负责。可不只是赔钱那么简单，还有可能会面临辞职呢。哎，不过呢，我可以给你个机会，让你去市场部。你们还真是乐此不疲的想要搞垮我。刘总，要不还是找董事长商讨一下吧，这件事情会不会太严重？刘怀宇，我就不信这一次我还搞不死。白副总为你指了条明路，只要你肯认错，违约金啊，我们倒是可以帮你出一部。愚蠢！为了算计，你们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刘怀宇，事到如今了，你还要继续狡辩？好了，我也真的懒得跟你们在这浪费时间了，好吧？合作取消，你们等着被告吧！你们，吴总，他才是泄露机密的奸细。怎么又来一个奸细呀？你们刘氏集团搞内斗，牺牲最大的是我是吧？我讨厌了！沈经理，还记得你刚刚说的话吗？泄露公司机密，后果你是知道的。二少爷转给你的钱，我可以向银行申请兑，而你不但要面临牢狱之灾，你女儿在国外也不会过得安稳。我愿意配合，我愿意配合。是我陷入了你们的诚信算盘，卖给小厂家。你为什么这么我女儿出国留学，我急用钱，米城系列市场前景大，我没经得住诱惑。真没想到，我刘氏集团还出你这么个玩意儿。虽然他做错了事，但是情有可原，就赔点钱吧。赔钱？违约金10个亿赔吗？什么？10个亿？合同里面写的很清楚，我会让我们集团的法务联系你们啊。要是让我爸知道我让公司损失了10个亿，那我爸非要打死我不可。吴总，这笔违约金应该让刘怀宇一个人，他手下的公司、房产应该也够。吴总，你直接起诉他就好。你们这么着急甩锅，是怕我查出幕后主使？没有幕后主使，都是我一个人所为。个人？你就是一个传媒总监，你根本就触及不到研发部。说，你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说是谁？刘怀宇，你想屈打成招吗？沈总监，我刚刚派人查了一下你的银行明细，你近日有一笔100万的转账，转账人是……白副总，我是很想好。继续说，又在，没人敢动。是小刘总转给沈总监的。贱人，你敢诬陷我儿子！老陈，叫执法局的人过来，把他们仨都抓起来，把他们仨带到另一个屋子，
谁也别许动！我看谁敢动我们！还不动手！放开我！我自己会走。刘怀宇，我不会放过你。还等吗？哎呀，我说你们这一家子真是太乱了。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我会让我们的法务给你对接，好吧？我没有时间在这被你们浪费了。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还可以大赚。你什么意思？这项技术我已经提前申请了专利，所有仿照拟成系列的厂家都会收到律师函，到时候我们会收到侵权责。可是那也弥补不了我们市场被侵占造成的损失，你明白吗？吴总不信我怎么信你啊？我可以拿出1个亿与贵公司研发技术，就不会蠢到把核心算法带到公司里。你的意思是？刘总，我去给你们说明。不用。哎，那刘总你就赶紧说吧，我这都急死了。泄露出去的只不过是基础算法，而且我还加了 bug， 用户反馈会暴露。这时我们在大范围推出米虫系列，稳赚。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用以旧换新的模式，让用户以盗版米虫冲突结合购买。原来刘总早就想好了退路啊！盗版永远是盗版，服不了这。好。明天一早，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汇报给董事会啊！年少无奈。刘总，你要干什么？怕什么呀？我又吃不了你。刘总，这里是办公室。要么我们换个地方。白副总，你这么帮我，你就不怕刘景阳报复你啊？不怕。那当初为什么听刘景阳的指令来勾引我？没有。还是不信我？白院长的孙女儿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吧？你认识我爷爷？有点故交。我没听爷爷提起过。我和刘子琪是好友。所以高钦聘请刘子琪来的人真的是你？刘总，其实我跟小刘总……刘怀宇，晚上陪我走。刘总，我先去做报告了。白露，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沈小姐，注意一下你的措辞，我很不喜欢这3个字。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大的胆子！我们家小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竟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们家小姐说话，你就不怕得罪沈氏集团吗？哪条狗在我这里乱咬？出去走，我们伺候。刘怀宇，你对我的敌意就不能小一点吗？你要是把他赶出去，我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家小姐才不会吃你这一套。你先出去等我。小姐，出去。沈小姐，请坐。沈小姐，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呀？晚上陪我参加宴会。刘伟民给你办的接风宴，我肯定会参加。我是说你来当我的男伴。合适？哪里不合适？我不能断了你。今天的主场主要是给你自诩。南省谁人不知我是你的人妻？不是，沈小姐，喜欢你的人已经排到国外了。刘怀宇，你别不识好歹。我这个人做事呢随心情。沈小姐是大小姐皮夹，我伺候不了。刘怀宇，我都这么主动了，我也不差，你就一点也不心动吗？你确实很美，但美女太多了，不缺。只要和我订婚，刘氏继承人的位置非你莫属。我呢，牙口很好，不喜欢吃软饭。好，你跟我来这一套是吧？好，不喜欢我倒贴是吧？那我就和刘景阳在一起。小姑娘，不要拿自己人生做对比。无趣。刘怀宇，
你会后悔的。原来太帅也是一种烦恼。等等啊，你找我？待会儿跟我去参加宴会啊。这个，雨薇呀，刘子琪那小子真的去刘氏集团工作了？是啊，听说光月工资就好几万。什么？雨薇呀，那你踹了他不是亏了吗？他那是找到靠山了。你说的是那个刘总？他可是刘氏集团的太子爷。那你要是和他复婚，咱们的好日子不就来了吗？他算个屁！我的目标是刘家少爷。那能行吗？你可是个二。他最近在跟我上演欲擒故纵的把戏，我觉得我有戏。姐，我一朋友在刘家当官，他说啊，今晚刘家要举办晚宴，兴许今天是个机会。那还等什么？你快联系他，把我弄进去。今晚就是我展现魅力的时候。蠢货，蠢货！我刘伟民怎么会生下你这么个蠢儿子？老公，你消消气。冠子如杀子，这刘景阳就是被你教坏的。我就是不服气刘怀宇那个家伙出风头，本来这件事情他都万无一失了。什么万无一失？你还想狡辩是吧？那证据都已经交上去了，要不是我跟沈家一起保你，哼，等于往牢底坐穿吧你。那也不是没有结果呀，他们至少沈家愿意为了我出面，不是吗？老公，万一沈家又觉得刘怀宇心机太沉，又看上我们家景阳了，这也是好事儿啊。以后少干那杀敌1000自损800的蠢事儿。我知道。老公，沈家为什么又帮我们了呢？听说是沈小姐为我们说了好话，沈家才同意出面保下景阳的。真的是沈仙姨啊？那这沈家小姐不会是看上我们家景阳了吧？先别高兴太早，这富家千金小姐的想法我还没琢磨透。但是如果景阳能够直接把沈心怡拿捏住，哼，我们家在南省的地位那可就直达顶端呐！要是景阳能娶了沈家小姐，景阳当上门女婿，我也高兴。那到时候沈家老爷子一归西，那沈家的财产那就都在我们手里。今晚好好表现，把沈心怡给我哄好了。沈小姐风姿卓越，气质真乃一绝呀！便宜了。沈小姐，刘怀宇那个废物白都没有，我才是你的真命。别得意，我愿意把你保出来，只是为了气刘怀宇。沈小姐，诸位，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沈心怡沈小姐，南省首富沈家唯一的继承人。据说沈老爷子回国就是为了沈小姐的婚事，要是谁能娶到沈小姐，那真是能少奋斗30年，公平竞争，你我都有机会。你看刘二少跟得紧吗？我们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今天呢，是我们刘家特意为沈心怡小姐举办的接风洗尘宴，大家畅快的吃，痛快的玩。好，沈小姐，可以完成。没兴趣。可以。贱人，给脸不要脸！等本少爷娶了你，我有你好看。刘家大少来了。莫府良宵，你是谁？
你就是刘怀宇高价请回来的科技人才。你好，你怎么配得上几10万的月薪？刘总看得起我。小子，注意点，我盯上你了。刘景阳，都2次进去，还不长进？在他眼里，我竟然不如一个员工重要。搞我！景阳，不要冲动。怀宇，不要辜负了沈小姐的一番好意。什么鬼？小妈是想把火引到我身上。我这是好心撮合你和沈小姐，关我什么事儿？沈小姐啊，你别生气。怀宇他不识好歹，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看这宴会上的青年才俊，哪个不巴望着得到沈小姐的赏识？你拿我当枪使？没有没有，我这是帮你出气呢。你故意提起我羞辱刘怀宇，是为了显出刘景阳的好，是吗？我们家景阳确实出类拔萃，又心悦沈小姐，都让沈小姐打住。确实是我多嘴了，不懂你们年轻人。倚老卖老。刘家大算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确实配不上沈小姐。你懂什么？刘氏集团新推出的米虫系列，就是出自刘大少之手，预估竞争10个亿。沈小姐，可否赏个脸？你怎么突然这么主动？我跟你越亲近，他们就会越不爽。你跟我来一下。白副总，换个地方。我先走。你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很清楚。你放开我！背叛，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刘总不会放过你的。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着那个废物？我是刘总的人。我当初叫你去勾引刘怀宇，我勾引都是很卖力的。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求着让我和你在一起？是，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爱。白鹿，你再反抗，我就杀了你！刘怀宇，你没有坏老子好事儿，找死！刘怀宇，你坏老子好事儿，找死！别打！呸！来了。没事，白鹿，你给我走。我恨他。没事，以后我不会让他欺负你。景阳，
么这？景阳，醒醒！啊！妈，下死手！刘怀宇，你这是谋杀！我要告你！你该庆幸的是，我没有把他打死。你别太嚣张！我是刘家的女主人，你以为你爸会因为你一个孬种不让我们母子俩吗？无所谓，刘伟民在我这里，只不过是无影罢。好啊你翅膀硬了！我告诉你，把你赶出刘家，你就得饿死街头！住口！该被赶出去的是你们！沈小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这件事儿我管定了。你不要名声了吗？别忘了，你和景阳共处一室的把柄还在我手上。你若是不听话，我就把照片放出去。你沈家为了你的名声，也得嫁给景阳。你无耻！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沈家争面子。真是烂到骨子里，但是你们的离走无苦。刘海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没事吧？不错。我宣布，我要跟沈心怡结婚。我宣布，我要和沈心怡结婚。你真愿意娶我？我一向说话算数。沈小姐，你别傻了，他对你没爱的。刘怀宇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只爱他自己。我可以先得到他的人，我也有信心会得到他的人。看来只有沈小姐才能配得上刘总。我愿意。怀宇，你真的愿意娶沈小姐？当然。刘怀宇野心大，要是真让他娶了沈心怡，以后一定会脱离我的掌控，我必须阻拦。爷爷也快到了。景阳，你没事吧？别担心，他死不了，医药费我全包了。刘怀宇，你给我等着！小马，你只会说点狠话。白露，你先回去休息。没事，怀宇说的对，你先回去休息吧。把他送回去。把那几个人给我带进来。你们怎么混进来的？我朋友在这当保安。往小了说，你们这叫私闯民宅；往大了说，我也可以起诉你们入室抢劫。没有，大哥，我是来找人的。对，我姐夫就在这派对上，我们真是来找他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假扮服务生？我们闹别扭了，我穿成这样是想制服诱惑。你们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刘子琪。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找的人叫刘怀宇。啊？刘家大少爷？有问题吗？这张照片就是证据，记得刘怀宇就是你男人。你要是敢给我说错一个字，我让你下半辈子监狱里过。听懂没有？懂了，我姐夫就是刘本。我走。老公，我有事儿跟你说。等会儿再说，先看看景阳伤势。没事吧？快死不了。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恭喜刘董，恭喜！与沈家联姻，刘家在南省的地位又上了一个阶层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婚姻大事得听父母之命。我和刘怀宇是有婚约的。这门婚事是老辈人定下的，我这两个儿子，沈小姐随便挑。怎么，刘怀宇不是你亲生的？当然是。那他就是我选中的夫婿，从一至终的选择。你们还把刘景阳当个商品似的强买强卖，真是自私至极。沈小姐，该改改你的大小姐的脾气了吧？怎么，都吃你家大米饭了，你管得着吗？这脾气我喜欢，不行，就这。沈家小姐与刘家大少订婚，这刘董怎么推三阻四的？刘大少名声不好，玩的花。刘怀宇是我沈心怡选中的男人，
谁再敢说三道四的，就是与我沈家为敌，就是与我沈家为敌。先定下沈家这门亲事，其他的从长计议。刘怀宇，你再有能耐也是我儿子，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沈小姐看上怀宇是我们刘家的福分，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2位年轻人。我就说你跑不掉吧。我都说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放心，我会帮你铲除掉碍眼的人的。合作愉快。余生请多指教。想抢景阳的继承权，没那么容易。少爷，谢家2姐弟问着你。去看看刘子琪遇到什么麻烦。怀宇啊，刘子琪是个好料子，以后也必定会成为你的好助手，好好培养，将来公司早晚是你的。先给你点面子，哄好你，以后再收拾。正好，我也要把他提升为子，好好提拔提拔。不可以，景阳不过一个副总而已。小妈，你有意见？我有意见，我有意见。景阳，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权利提拔人才，更没资格和沈小姐在一起。少爷，夫人。刘景阳，别生气，我倒要看看他能整出什么妖物。这谢家的人还真是不死心。刘景阳，我警告你，刘怀宇是我未婚夫，你要是敢往他身上泼脏水，我代表沈家与你为敌。景阳，今天是你哥和沈小姐的好日子，还有这么多宾客都在，别闹了。老公，你不能因为怀宇是家人就偏袒他，这样就会耽误沈小姐的一辈子，我们可承担不起。想好了再说，因为他是刘怀宇的情人。怀宇，本来人家是想在房间里等着你的，没想到被人发现了。穿成这样的，怀宇，我知道你最喜欢这种制服诱惑了，所以特意为你准备的。刘家大少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玩的真花。狐狸精，你瞎说什么呢？亲爱的，人家知道错了，我不该抛头露面给你丢脸。我这就走。姐，姐夫在这儿呢，你往哪儿走啊？大声说出来，告诉大家，谁是你姐夫？他，刘怀宇。怀宇，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也不知道，继续编。我们是秘密在国外结婚的。你说是就是，结婚证明呢？在家。我现在派人去你家里拿。姐夫，你攀上了这千金小姐，就不让我姐是糟糠之妻了吗？糟糠之妻，你对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刘怀宇，别转移话题，还不长记性，空口无凭。想要成为我们刘家的儿媳妇，你得拿出证据。他明明就在说谎。这是我们的合照，就凭这一张偷拍的照片，这照片也是刘怀宇找人拍的，真喜欢角色扮演。怀宇啊，你真该收敛一点。前段时间因为纵欲过度，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怎么现在又……刘怀宇，你怎么又能做出这种事儿，给家族抹黑？你们单凭一张偷拍的照片就认定他说的话是真的？我哥呀，玩的花了，手段也极其高明，这事儿人尽皆知啊。可是我现在名声都被毁了，我不如死了算了。你们今天必须给我姐一说法。好，那你今天就都去死吧！刘怀宇，你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你再乱说，我大嘴巴子抽你！沈小姐，请注意你的措辞。我说过，谁敢往我未婚夫身上泼脏水，我以沈家之力与他对抗，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看我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刘怀宇，
你要跟我分手可以，给我500万。对，给钱立马签字离婚。你们还敢狮子大开口500万买自由不？刘景阳，为了搞垮我，你还真是费尽心思。刘怀宇，我们是在帮你解决问题，你不要不舍得。 500万我可以给，5000万我也拿得出来，但是你们敢拿吗？有什么不敢拿的？难道我姐青春不值500万吗？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已经录音了，作为我起诉你们敲诈勒索的证据。你耍阴招啊！谢宇威，我已经给过你面子，但是你非往火坑里跳，就别怪我不念旧情。 刘大少，我知道错了，就愿你放过我吧。姐，刘怀宇，你自己也承认和他有旧情了是吧？谢宇威是我前妻。这一大家子怎么这么乱？你算个什么东西？滚出去！再多嘴，我饶不了你！畜生，放开，放开！老公，他要杀了我！别演戏了，你又没死。 谢宇威，再说一次，谁是你前夫？刘子琪，你弄疼我了！为了我招一野男人，骗光了我所有的钱，现在又来敲诈我老板！姐，快走！他们报警，我真完了。刘子琪，你长本事敢这样对我？谢宇威，我的忍耐是有限的，这次谁也帮不了。 人家认错人了还不行吗？前夫都能认错，你瞎了吧你？他就是故意的。我没有，我本来进来是要找你，可是有人指使。没有，简直胡闹！刘怀宇，这就是你要提拔的人才，带着前妻和小舅子来这丢人现眼。像这种人也配当公司副总？这件事以后我说有他就有。 他呀，比你这个废物强100倍。刘怀宇，你要造反吗？要造反的是你们。我看这贱人就是刘景阳找的，没成想正主也在呢。计划不完了，还想再找茬吗？这丫头还挺聪明。你别血口喷人！谢宇威，闯了祸就想跑啊？老陈，让他们走。 他们跑掉，刘总，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刘子琪，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我一直都是睚眦必报的，这口脏水我咽不下去。哼，活该！姐，现在该怎么办？刘大少，求求你了，放过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杀人偿命，你身上还有一条人命。 到底是谁？谢宇威，你被捕了，涉嫌一宗杀人案，请你跟我们走上。刘怀宇，放开我！谢宇威，你的报应来了！谢宇威杀人了！子琪，你父亲的死跟陈远和谢宇威有关系，你赶紧去看。我跟着一起去。 这怎么还摊上人命案了？有人，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们刘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别不分青红皂白啊！丢脸的人是你们！心怡，你再敢对他不敬，我教你做人！刘怀宇，你这个疯子！你为了讨好沈小姐，在这里耍酷，南省世家的公子都在这看着，别那么嚣张！我有资格嚣张，你有意见？你的一切都是刘家给的，那你呢？不就是一个上位小三吗？你算得了什么东西？你就是我妈！刘怀宇，赶紧给你小妈道歉！她配？畜生！你个畜生！你是想气死我吗？老公，哎，他现在是我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本小姐罩着。刘总，刘大少和沈小姐是良配，刘大少乃是商业奇才，刘董应该好好培养才是。诸位，
不好意思，我突发身体不适，今晚的宴会就到此为止吧。该给的面子都给你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刘叔，你对我未婚夫有意见？我没意见。死丫头！了解，我哥品性稳定，他的暧昧对象至少有10几个。你愿意帮我接？我愿意啊，我就是。婚姻大事还是长辈说了算，等老爷子同意再说吧。明天我爷爷亲自拜访您家，若婚事成了，沈家将给刘氏100亿。啊，100亿！记住，我只认刘欢宇。100亿啊！白鹿怎么样了？到家了吗？没事了，情绪也稳定。那就好。要是我遇到这种事情，非断了刘景阳的命根子不可。貌似你前几天也遇到。那畜生，狗改不了吃屎。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你很可爱。那你再仔细看看，你不仅可爱，还很好看。你怎么这么自信呢？刘怀宇，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你可不要辜负我啊！你喜欢我什么？从小到大，我想要什么都很容易，唯有你一直拒我于千里之外。你那不是喜欢，那是胜负欲。哎呀，我分得清的。我创办的公司每年能盈利几千万呢，我能帮你的。我先送你回家。那明天上午你来接我和爷爷，走吧。你到家了。啊。明天见，未婚夫。脸还疼吗？白鹿，推开我，刘总，我喜欢你。好了，我以前确实喜欢过小刘总，但是他一直把我当做工具一样利用，PUA 我，让我勾引你。但自从你回归公司以后，我真的绝无二心，我发誓。我知道白远山教出来的人从来都不会错。你真的要跟沈小姐结婚吗？你爱她吗？家族联姻从来都不是感情。今晚你别走了好吗？白鹿，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夜情也好，我想成为你的女人。傻丫头，别冲动。我想得很清楚，刘欢宇，我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欢宇，我爱你。不能娶你。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要。过了今夜，你和我还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但这一夜，你只属于我。哎，久违的年轻的活力。刘怀宇，你生前也喜欢白鹿吧？不然怎么对她就抵抗不了呢？你醒了？我去给你做早饭。刘
刘总，我给你准备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放在衣帽间了。丫头，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我没有。以后我会放手的。哇，这些都是你做的？我呀，只宠我自己的女人。待会儿呢，我送你去公司啊。你不怕被人看到吗？怕别人说三道四。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要么我直接包养你啊。不要，我能自力更生。再说，等等，你说你要对我负责？怎么？你看我像渣男啊？像。那沈小姐怎么办？你不是跟她还有婚约吗？我不喜欢他，到时候我会跟他说清楚的。怀玉，你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所以？别瞎想了，快吃吧啊！对了，上次的广告策划在公司反响很好，员工们都对你刮目相看。传媒公司由你负责，到时候家电公司由陆子琪负责。可是你让刘景阳吃了大亏，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我等着他。待会儿你去公司吧，我坐地铁回去。你可以啊？当然了，放心吧。等着我回来。我们先走吧，爷爷等会儿再出发。我有话跟你，走走。怎么了？这么严肃？我不能跟你结婚。什么？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是谁？难道是白鹿？真是他？婚约由我解除，责任都在我身上。如果老爷子怪罪下来，他可以打我，什么赔偿我都愿意。不能解除婚约。难道你想让我婚后包养白鹿？美的你！本来你要是找个我看不上的，我是绝对不会让的。但我很欣赏白鹿，是他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把你让给他吧。你这么大方。其实我昨晚认真想了想，我对你可能真的是占有欲比较强。你真同意了，我反而……果然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但现在还不能退婚，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先让那烧包母子俩付出代价，我再还你自由，没问题吧？没有。本小姐这么优秀，可不会死乞白赖的缠着男人。走吧，去刘家报仇。老公，景阳不仅丢了面子，还把传媒公司弄丢了，若再没个好起事，等到我们100年之后，那刘怀宇还不得把他欺负死？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毕竟是亲兄弟，怀宇不会那么做的。爸，那是你不了解的，我这满身的伤不都是他打的呀？谁让你管不住自己啊？非要动他的人？我不管，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了你吃了不少，我不能让我儿子再被压一头。好，我们的儿子呀，才是我唯一的继承人。那刘怀宇，你就把他当个屁给他放了。即便是他跟沈家联姻，但他毕竟是我儿子，我让他把资产交出来，他敢不交吗？爸，你的意思是你要把公司给我？跟你们交个底吧。在我心里啊，你才是我真正培养的继承人。但是，爸，那传媒公司现在在刘怀宇手里啊。这集团董事长还是我刘伟民，他刘怀宇再闹能翻出个什么浪来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先稳住沈家，哄好那个丫头片子，等那100亿投资到手了，我们把刘怀宇再赶出公司，那沈家的财产不还是我们的吗？老公，你真英明。景阳啊，你呀跟刘怀宇再多学学本事，等你有出息了，我把董事长的位子再让给你，那也名正言顺呢。少爷，大少爷和沈小姐已经到了。好，让他们进来吧。爸，坐吧。心怡啊，我们昨天有点误会，以后呢就是一家人了，你别放在心上。好啊，我接受你的道歉。臭丫头，牙尖嘴。沈小姐，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这杯茶我敬你，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叫大嫂，还没空呢，现在讲不合适。怎么，你还想要改口费？好，大嫂，请喝茶。放这儿吧。等你栽到我手里，我一定好好整你。以后对你大嫂尊敬，要是再敢做出轨的事，你饶不了。聋了还是哑了？怀宇啊，你弟弟毕竟年轻气盛，你多让让他。我不喜欢忍让。刘怀宇，你别欺人太甚。他就欺负人了又怎样？我罩着。心怡，这慧茹呢，毕竟是你未来的婆婆，你还是要学会尊重她。尊重呢是相互的，他若是尊重我，我自然也会敬重他；但他若是找茬，我自然也是不可能让的。以我沈家的实力，也不是让我嫁过来受委屈的。对，你们沈家呢是南城首富，自然有底气。知道就好。你们若是还想拿100亿投资跻身南省名流世家首列，那就对我们夫妻俩客气点。若是还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的，那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脱离刘家，自立门户，钱1分都拿不到。那你干脆让刘怀宇去你们沈家就算了。畜生，说什么胡话呢？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怀宇，你觉得呢？可以考虑。不行，我儿子怎么能入赘呢？是啊，我刘家虽然比不上沈家，但在南省也是榜上有名的家族，这入赘不合适。这吃软饭我还没有尝试过，我觉得可以试试。这臭小子是存心想气死我。这沈老爷子也不能同意啊。我同意。哎，沈老爷子，这孩子们的婚事又劳您费心了。不费心，在我闭眼前，我给心怡找个好夫婿啊，也就放心了。爷爷，你一定能长命百岁的。这孩子从小可怜，没有父母，在我身边长大的，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这个事啊，您放心，等心怡嫁过来之后，我们绝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这个家她说了算。对呀，我也很喜欢心怡，会把她当亲闺女一样对待的。怀宇又不是你亲儿子，你怎么可能把我当亲闺女对待？心怡，不得无礼。没事没事，孩子还小，有点脾气很正常。我们家怀宇啊，有的时候性子也急，他女人缘特别好。心怡啊，以后麻烦你多上心了。小妈这是又要往我身上泼脏水。你这孩子，你一个纵欲过度进了医院的二世祖，还用谁给你泼脏水？我再说一遍。景阳，怎么跟你哥哥说话呢？快去书房面壁思过。这个没教养的东西，是得好好管教。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景阳。断子如杀子，有你这样的母亲，难怪他有这样的秉性。给力呀，爷爷！老爷子，您说笑了。你们家的事我不想管，我孙女要是嫁过来，你们家的家房也该正正了。爷爷，我们以后不住这儿，糟心。你刚才说入赘我们沈家，这还算数？哎，那都是孩子们的玩笑话，不算数。哎，当然不算数。我们问你，当然算数啊。若是刘怀宇入赘了，那这100亿我1分也拿不到。不行，我不同意。我查到刘氏集团近年来业绩下滑，资金链出现问题，没错吧？确实如此。我向刘氏集团注资100个亿，刘怀宇也就是我沈家的子孙了。老公，100个亿呢，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既然你们看不上刘怀宇这小子，把他100个亿卖给我沈家，也就圆了你们心愿了吧？怀宇离开刘氏集团，那你们也不用担心他和刘景阳抢继承人的身份了。沈家这爷孙俩可真损，用这一招考验刘为民。钱不钱的不重要，重要啊是怀宇的幸福。我不同意。沈家资产过1000亿，想要区100个亿打爆，不可能。怎么说我也值1000个亿，对吧？1000个亿，这都能买下10个刘氏集团了。老公，你还在犹豫什么？你给我闭嘴！对不起，老爷子，我们怀宇不能入赘沈家。他跟心怡结婚之后呢，沈氏集团的工作他可以继续维持，但是这个我不拦你。1000个亿啊，白白没了。 1000个亿也买不下这小子。
他要是入赘沈家呢，在南城，我们刘家的面子没地方搁呀，你说是不？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罢了，这个婚事啊，就定在1个月后，婚礼呀，由我亲自主持。爷爷不着急的。傻丫头，送我回家。老公，你还在犹豫什么？你懂个什么？要的是沈家的全部。多少？传媒公司近期的项目分析表都在这儿了，您看一下。我们的关系还用得着尊称？我们什么关系？你说，听说1个月后你就要和沈小姐举行婚礼。知错了。放心吧，我和沈小姐已经说清楚，我不会和她结婚。那为什么婚期都定了，现在网上新闻都报了沈家和刘家联姻，必定搅动商界风雨。狗急了才会跳墙。我不懂。你只要记住，你是我唯一的女人，我不会和沈欣怡结婚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购物，随便刷，想买什么买什么。我不要，不过你休息的时候陪我回去看看爷爷吧。爷爷之前对你有些误会，我想让他重新认识。好，你最近多关注一下沈欣怡的动态，她如果遇到什么麻烦，立刻联系刘子琪，让她和刘子琪多多相处。你想撮合刘子琪和沈小姐，郎才女貌，倒也般配。少爷，不好了。随便说司警。王慧茹以其助理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近期这家公司已经谈项目当中，目前集团最重视的地产项目正在投标阶段，这家公司也参与了这个。那跟我什么事？我还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景阳，他正在私自募集资金，这个项目需要20亿的启动。20亿，他总资产不过几个亿，拿不出这笔钱。没错，他正在通过黑市将自己全部拥有的集团股份偷偷卖掉。他疯了吗？董事长要是知道了，非气死他。他是刘伟民最疼爱的，气不死他，他会帮他擦屁股。但是若让他拿下这个项目，势必会得到本质税的回报，那对少人他呢是想孤注一掷，证明自己的实力。太疯狂了！他若是拿不下这笔项目，岂不是身败名裂？他势在必得。集团有内样，只要他出的价格比集团低，那这个项目必然成功。所以他才把所有的股份都抛出去。对，你听着。通过黑市把价格调高，把他所有股都沽出。那不是在帮他吗？我可以阻断他黑市的门路。不，我就是要帮你，剩下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是。你为什么要帮刘景阳啊？我就是要把他捧到天上，再让他摔下，永远无法翻身。对了，你最近关注一下网络热播短剧，收益很大。小制作短剧，投资小，收益大，前景非常好。好，我这就给你去办。今晚我下厨，在家等你。家？你疯了吧？竟然把集团股份卖掉！妈，舍不着孩子，他套不着狼。更何况这么大项目，我们净赚几10个亿啊！可是地产项目不太景气，不景气什么呀？这是备受瞩目的大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出问题。万一短时间股份卖不掉怎么办？哎，卖了15个亿，算上我们之前的5个亿啊，我们就刚好凑齐了启动资金。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竞拍的标准。景阳，可是我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了，我们不能把全部的身家都压进去。哎呀，你在担心什么呀？我们已经抢占了先机了。就刘怀宇挣那几个亿，他算个屁呀他！可是风险还是太大了。没有高风险哪来高回报？此事如果成了，我爸还有公司会那些老古董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而且我们刘家地位会直线上升。到那时，我们还用8亿？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咬牙干下去。妈，放心，这次我一定起，而且我会证明我比刘怀宇强。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你去我爸的办公室，给我拍几张标书的照片，然后带我爸出国旅游几年。我们还出去？我爸中标失败，到那时他心情一定非常不好。你呢，带他出国，等到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他是我，那样他也能接受。
行，就这么办。这一次我们算是一飞冲天了。这要是赌输了，我们娘俩就完了。老爷子，小辈之间的事儿叨扰到您了，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外界传闻啊，你只是一个纨绔子弟啊，看来啊是有人蓄意抹黑。之前也做过糊涂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怎没做过错事啊？您老今天来是为了招标地那块事儿？那块地还是香饽饽。您沈家也有兴趣啊？我沈家也不差这仨瓜俩枣。你们刘氏集团一语夺魁，你是什么想？这件事情我没有参与，是核心业务，我参与不到。你在刘家也受了不少委屈，我来呢就是来给你提个醒，你别掺和这事儿。您老有何见解啊？据内部消息啊，郊区开发项目会无限期延后，如今火急火燎的开展项目会打水漂的。我猜对了，你不惊讶？总不能跟他说这项目就是我生前定下的，这结果我早就知道了吧？现在呢，市场环境低迷，经济环境紧张，推进项目也比较难。别人只看到了利润，没有看到幕后推进者的辛酸。你胆子可真大呀！项目需要20个亿的资金，开展这个项目你不难了吧？启动是够了，但是人员工资、项目维护等等都不是一笔小费用。按照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是要刺激消费，但是不能盲目的开发新区。没错，这项目虽不会无限期的延后，早晚会启动。在商人眼中啊，时间就是金钱，没人会拿20亿的流动资金来等这个项目。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自寻死。刘景阳，你等着被吃死！老公，你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就是吧。有什么急事您赶紧说，我这公司还忙着呢。你能有什么正事？我最近可正筹备着一件大事儿。你呀，能安安分分的就行了。我叫你回来是暂停跟进郊区开发项目。爸，是不是得知什么消息啊？要是爸知道黑马公司是我的，一定很惊喜。本来我们刘氏集团被选中拿下这项目，我就够头疼的。现在有一家公司冲出来要竞标，我也能安心的撤出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项目吗？为什么要撤出啊？你们呐，还是太肤浅了，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这个项目要真是那么香，还用得着找我们公司兜底呢？这是没人要，开展难。爸，那如果我们中标了呢？吃死在里面。中标后先交一部分保证金，然后就一直等着审批。我打听了，这个项目8成是延后。也就是说，这是个无底洞。不过现在好了，有公司冲出来拿20亿替我们挡灾，真是神奇啊！老子居然还有这种好运气。那这20亿投进去，是不是都拿不出来了？想什么呢？项目一旦开展，能回本就不错了，更别说这项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启动呢。老婆，景阳，你们这是怎么了？爸，这家公司是我的。什么？你个逆子！你哪来的钱？我把公司都给卖了。小子，我给你报仇了！你是来看热闹的？听说刘景阳闯大祸，不是来看热闹，是你给我下的套！我早就知道，我可全程都没有参与啊，都是你在互相残杀。是你亲弟弟，你居然眼睁睁看着他把集团股份卖了，跳进火坑！他坑我也没有手段，我只不过是以牙还牙嘛。怎么，还希望我以德报怨？你毁了我，你能得到什么好处？你卖出去那30%还在我这里。陈管家，查查看我现在占比多少？股份占比55%，您现在是集团最大的股东。什么？那这集团不就是你的了？小妈，
你清醒的很及时啊。老公，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好儿子，把老子的资产全都送出去了。爸，这根本就不可能有20亿，他拿公司的钱买公司的股份，这不合规矩。对，刘怀宇，你的手段不正当，过不了董事会的。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有屁快放！你们是忘了我的未婚妻是谁？我一个女婿，要点零花钱，怎么了20亿算零花钱？你们还真是鼠目寸光，犹如井底之蛙，每天只是一门心思想摇晃。其实啊，我们根本不在一条起步线上。你这个废物，集团养不起。董事会决定刘瑾被开除。你们竟敢越过我召开董事会！爸，您老了，养老院我已经给你安排好，到时候你和小妈安享晚年。你不能这么对我们！我劝你最好安分守己，以后啊还指望我给你养老。哥，哥，给我一条活路，我发誓以后都给你们，好不好？老陈，公司哪个部门比较缺？销售部，还缺一些跑业务的销售。好，你就去销售部，我特批给你多加一级。老公，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自食其果啊！刘怀宇，你可以安心了吧？少爷，您在和谁说话？啊，没事。对了，我一会儿有约，先开手。我送您去见沈小姐吧。白副总这么敬业吗？大晚上的还来找他签字？他过来接我。少爷和白副总在一起了？先吃饭。我去进去。那沈小姐怎么办？他也没钱啊，别生气。谢谢你送我回家。刘总一定是有事才让我来帮忙的。你是因为刘怀宇的命令才陪我一天的？不，涵涵，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憨憨是谁啊？明天见。第一步，进入沈家已经成功了，下一个就是你了，刘怀宇。你死了，一切都是我的了。哈哈哈哈哈哈！子期，你个破小子！你真当你是我老子吗？老头子在世，处处管着我，老头子好不容易死了，你又冒出来处处管着我！我告诉你，老东西就是我设计弄死的，真当不知道，窃以为背着我更可惜啊！是我才窃以为，东西有一笔财产。是我设计让他发现，玲玲不是亲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干的，老受够了！你不是想当我老子吗？好啊，以后你的一切都属于我，因为我来路刘家所拥有的一切，去死了！至于白露嘛。等我玩够了，就送他下去陪你。
能。